Hello，大家好。为什么我会把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拿来当做我们比赛介绍这个系列里的第一个视频呢？把这个视频看完，你就会明白的。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职业是什么。其实我是一位奥数老师，我的学生们都叫我 Mr. On。那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分享，由于这是一个数学比赛，所以我将会以一个奥数老师的身份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的所有资讯，以及它的比赛格式，还有如何才能够在这个比赛中用什么样的策略可以拿到更加好的成绩。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话，这是一个会向你分享比赛介绍、奥数知识、升学资讯、奖学金，还有生活分享的一个频道。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那我们回到正题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呢，它是全世界最大型的一个数学比赛。假如讲你今天是一个曾经有学过奥数的学生，那这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就将会是你每一年一定会参加的一个比赛了。虽然说这个比赛是在全世界最多人参加，它是一个看起来像是全世界都有的比赛，但是其实呢，它是会照着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来举办的。比如在马来西亚，它就会举办自己的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在其他的国家也会有其他国家自己的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所以呢，我们如果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我们的竞争对手就只会是马来西亚人而已，你是不会去跟其他国家的人一起竞争的。所以它的奖项的分配啊，那些全部也只是在马来西亚内部分配而已。那这个比赛的话，到底谁才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呢？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比赛的介绍都必须要第一个要了解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不符合这个资格的话，那你听我再多的话也没有用。OK， 所以到底谁可以参加？只要你是马来西亚的在籍学生，然后你的年龄是介于19岁或以下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参加这个比赛了。因此，如果在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今年还没有超过19岁，不管你是多大都好，只要你是，比如你今年是中学生，你是小学生，甚至你是幼儿园的学生，你其实都完全欢迎你来参加这个比赛。OK， 所以如果你的年龄是符合的话，那你就可以继续的把我这个视频全部看完了。那在我们继续讲解这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之前，我先再一次的简略的自我介绍。左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照片呢，其实是我在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中学的时候，那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的金牌的时候所拍的一张照片。那我到底是谁？大家都叫我 Mr. On。我如果是我的奥数的学生的话，我在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我自己也有参加过几次，然后拿过了3届的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金牌得主。那如果我像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你们一样，在比较小的年纪就有机会知道，就有机会接触到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那可能我拿到的金牌就不止3届了。所以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你们很幸运，要把握好你们还年轻的这个机会。如果有机会参加的话，那你就有机会拿到比我还要多的这个金牌。除此之外呢，我也是小学还有中学的奥数教练，因为我有教这些小学生跟中学生英文版还有中文版的奥数，有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有成功的培训出不少的在各大数学比赛里面拿到金牌、银牌和铜牌的学生。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个 Kangaroo Math， 希望你们也可以成为下一个拿到这个奖牌的得主。除此之外，我自己本身曾经也有去举办过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专门来训练学生来参加这个比赛的一个短期的课程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比赛方面我是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参加过这个比赛，有训练过很多的学生。那就大概的介绍完我自己啊。在这个影片的最后呢，如果你留守到这个影片的最后的话，我之后会有一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所以如果你对这个比赛有兴趣的话，
千万也不要错过这个影片的任何一个部分。那这张照片的话呢，它一样是我在中学有一年拿到金牌的时候，Kangaroo Mat 的主办方有大概的采访了一下我，就是那个影片啦，就给你们看一看而已。然后给我们进入正题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呢，它的组别一共有6个组别这么多。这6个组别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小学和中学。如果是小学的话，那个组别我已经写在上面了。Pre-Ecolier、Ecolier 还有 Benjamin，这些组别的名字呢，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很久以前的一个数学家的名字这样子。那它是会照着年龄来分配你进入不同的组别的。如果你今年是8岁或以下的话，那你就会被分派到 Pre-Ecolier 的组别。如果你今年是3到4年级，你就是 Ecolier；如果是5到6年级的话，那你就是 Benjamin。当然，你的组别的年龄段越高的话，你的那个比赛的题目自然也会比较难，这样子的概念。除了小学之外，我们当然也还有中学。如果是中学的话，如果你今年是13到14岁，那你就会参加 Cadet 这个组别。如果你是15到16岁，就是 Junior。如果是 Student 的话，这个很多人都不知道啊，也就是很多人都以为在 Form 5过后，中学毕业就再也不能参加这个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了。其实不然，你是可以在18岁和19岁的时候也继续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你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可能你就会问我，你都已经离开中学了，那你要怎样报名这个比赛？你不能通过学校报名哦。当然可能你的 Pre-University 也会有去参加这个比赛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去跟你的 Pre-U 的老师那边向他报名。但是就算没有的话，或者你懒惰去通过学校报名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用一个叫 Individual Registration 的方法，就是个人报名。你是可以以自己个人的方式的身份去报名这个比赛的。好像我自己在18、19岁的时候也有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就算你今年已经17岁了，也不用担心，明年跟后年你都还可以继续的参加，让你有更多的机会拿到更多的收获。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别的话，它的年龄的分配是大概是2年一组的，多数的组别，比如 Cadet 的话13、14岁。所以如果你今年是一个13岁的 Form 1的学生，那比起14岁 Form 2的学生，当然无可否认14岁的学生会比较有优势。所以13岁的时候，可能你主要可以以一个拿经验的方式，可能你没有办法拿到一个特别让自己满意的，比如金牌。但是到了14岁过后，你的优势就会慢慢的凸显出来了，这是在 Kangaroo Mat 这个 competition 里面的一个特点。然后在我们继续的分享这个比赛的格式之前，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Kangaroo Mat 为什么我这样推荐大家去参加这个比赛，为什么要鼓励大家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它到底带给了我什么样的好处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参加这个比赛会给我们一个可爱的奖牌，如果你拿到奖牌的话，它的奖牌大概是长这样子的，上面会写一些字，然后会有一个很可爱的袋鼠在上面。为什么讲奖牌？其实奖牌来讲的话，有不少的奥数比赛呢，其实是有一些的比赛是没有提供奖牌的，就算拿到奖牌，就是你拿到 Gold、Silver 或者 Bronze 都好。他都未必会给你奖牌，有些只会给你一张证书，在疫情阶段举办的一些比赛，甚至还给你一个电子的证书就草草了事啊，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 Kangaroo Mat 的话，它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一定会拿到奖牌的，所以不用担心。那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呢，如果给我进行一个选择，要选择拿到一个奖牌，又或者是拿到现金奖的话，你猜看我会怎样选？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奖牌或者奖杯对我来讲的意义会更加大过那些现金奖。如果我只可以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奖牌跟奖杯的。毕竟现金奖钱这种东西，以后我们长大了还可以慢慢去赚。但是奖杯和奖牌带给我们的意义是有限的。我的意思是讲，就是如果你今年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那你以后就不能参加这类型的比赛，那你其实在长大过后，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拿到这些奖牌了。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更加想要选择的是奖牌或者奖杯，比起现金奖。那如果是你，你会怎样选呢？你可以把你的选择告诉我，在下方的评论区，告诉我，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奖牌还是选现金奖？这是一个小插曲。再来，第二点的话，Kangaroo Mart Competition 会带给我荣誉。这个荣誉是怎样讲呢？毕竟 Kangaroo Mart Competition 它是一个名字是国际级的，而且整个比赛也是全马来西亚一个国家，就是整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比赛，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比赛里面拿到一个奖牌的话，那其实你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OK， 很像我自己的话，在我的以前的中学，我是我中学里面第一个拿到这个 Kangaroo Mart Competition 的金牌的得主，所以这个由于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荣誉将会为你带来很大的自信心，这样子。OK， 当然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个虚无的好处，真正的更大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它会给我们带来课外活动的分数。当然这里我必须想要补充的就是，这个课外活动的分数呢，它因为今年我们它其实是会照着每一年而可能会进行更改的，就像比如今年我的分数是这样子，但是明年我拿到一样的成绩，我的分数可能会不一样，这是因为这个教育部它经常都会再去改变这些制度，就比如讲，如果你参加这个 Kangaroo Mart 的话，如果你没有拿到奖牌，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当成是一个Penglibatan of Kebangsaan，就是全国级的一个Penglibatan，你是没有办法算进去的，因为这个比赛呢，它是谁都可以参加，而不是像某一些运动这样子，你需要先通过校内的选拔，然后去县内的选拔、州的选拔，最后代表州去参加全国赛，它是有一层一层这样子慢慢选拔上去的。但是 Kangaroo Mart 的话是直接的，所以可是你不用担心，它还是会有快活动分数在那边的，而且不低。至于到底是多少分的话，那个我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了，因为每一年都有可能会改变，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可能在明年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所以你最好是可以去询问一下你的老师。但是拥有这个快活动分数，除了这个快活动分数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已经有了这个高的快活动分数，其实它对你的升学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你有去留意我的这个频道的话，你会看过我的一些其他的视频，就有跟大家分享到，首先在马来西亚，政府大学跟私立大学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就是政府大学的学费非常非常的低，但是私立大学的学费就昂贵很多。由于这个学费在政府大学是很低，那当然还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很难进到哦。特别是如果你想要读的科系是一些比较热门的科系的时候，你是很难拿到自己要的科系的，除非你在你的一个 pre-university program， 就是你的大学的先修班，读大学之前你会读的一个1到2年的课程的时候，你拿到了这个叫做 matriculasi 或者 asasi 的一个入学资格。如果你拿到这个入学资格的话，那相对于其他比如 STPM 的学生，中六的学生，那你就会有更大优势，有机会拿到自己想要的大学和自己想要的科系。除了我们学业很重要之外，其实快活动分数也是一个大家很容易会忽略，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通过 Kangaroo Mar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它可以帮助你提高快活动分数，让你的升学的这个途径可以走得更加的简单，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除此之外呢，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奖学金啦。我自己的话，除了通过 Kangaroo Mart 拿到 Matriculasi 和 Asasi Pintar 的入学资格，我还得到了一些国内还有海外的奖学金，就比如 JPA、Petronas、The Star、My Burn、Science 等等的奖学金。这些奖学金呢，其实如果你的学业已经过了它的那个最低的标准的话，那你其实就会被邀请去一个面试这样子。在这些面试里面呢，他们非常看重的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你的 achievement， 你曾经在一些比赛拿过的什么荣誉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拿过这些荣誉，那你可能就没有了这个优势。但是如果你参加 Kangaroo Mart Competition， 由于这个比赛并不需要像那些运动这样子，你需要一层一层的去从县去到州去到国，
所以你很有机会，如果你的那个准备充足的话，如果你用对策略的话，你在这个比赛拿奖的话，那你只需要用一次的比赛就可以帮你在国内拿到一份奖，而这个奖可以帮助你在申请这些奖学金的时候，让面试官对你另眼相看，OK， 他们就会觉得，这个 candidate，他跟其他的不一样，他有一个全国级的奖，那如果可以让我选的话，我自然是会把我的奖学金让他分给你，而不是分给其他的学生。所以这是 CanGrooMed 来讲，对我们来讲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好处。那再来，CanGrooMed 的好处我们已经知道了。要如何才能够获奖呢？CanGrooMed 的话，它是一个 percentage-based competition。可能如果你没有学过奥数或者没有参加过类似比赛的话，你会对这个词语比较有陌生。什么叫 percentage-based competition？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它是照着百分比来编排你的那个获奖的制度的，也就是讲，它不会只有一个金牌、一个银牌、一个铜牌这样子，而是它会有特定百分比的金牌。那到底是多少百分比呢？等下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不用担心啊。那如果是你拿到的分数在全国的前18%以内的话，你就可以拿到这个金牌、银牌还有铜牌 ，OK。但是如果你是在这18%以外的我们可以讲就是18%过后的下一个48%的话，你会拿到一个叫 Honorable Mention 荣誉证书的一个东西。OK， 其实这个荣誉证书是什么？其实它是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个用来安慰你，讲你没有拿到奖，可是你又不是一无所获而已。OK， 除此之外，如果你是 Next 50%， 意思就是讲，其实就是你也可以讲是从后面算起的 50%， 那你只会拿到一个参赛证书而已。OK， 所以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视频里，我们主要要专注的当然就不会是这个 next 50%， 也不会是这个 next 40%。OK， 我们要专注的是这个 top 10%， 可以尽力的让自己争取拿到一个金银或者铜。那你觉得啦，要在 CanGrooMed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拿到 Gold、Silver 或者 Bronze， 你觉得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是难的事情呢？其实让我来告诉你，它根本就不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这个全世界最大型的比赛都会有很多的人参加，马来西亚也不例外。我这里放上的这个数据只是马来西亚而已啊，就已经比如在2021年的时候，就有49千个参赛者来参与这项比赛啊。那就考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数学题，49千的前18%是多少？答案就是你直接扣掉一个零。4900个参赛者，全国有4900个参赛者这么多如果我们只是成为这4900个的其中一个的话，还难吗？其实就没有这么难了 ，OK？ 因为还有很多的位置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成为其中的一员。如果你用对策略的话，如果你知道要讲在这个 CanGrooMed 运用一些对的 strategy， 帮助你更好的拿到更好的成绩的话，那你其实就很有机会成为 Gold、Silver 或者 Bronze。OK， 那到底 Gold、Silver 和 Bronze 分别需要多少的 percent 才可以拿到呢？那我们就看这一张图。如果你要拿到 Gold Medal 的话，它是全国的 Top 1.3% 无可否认，它确实是比较难做到的一件事情。毕竟是 Gold 嘛，如果 Gold 很容易拿到的话，那它就没有太大意义啊。可是如果是 Silver 的话是 Next 3.3%， 而如果是 Bronze 的话是 5.4%。这个数字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如果你把这3个号码加在一起， 1.3 加 3.3 加 5.4， 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它的答案其实就是10准准。OK， 这加在一起就是前18%。如果比如你是全国前5%的话，那你就属于 Bronze 这个位置。OK， 那到底难不难拿到 Gold、Silver 或者 Bronze？ 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我要拿到 Gold Medal 的话，其实绝对并不是像你想象中这样，需要拿到满分才可以拿到 Gold Medal 的。我自己在第一次拿到 Gold Medal 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中学的时候，我就有去在比赛之后去计算我的分数到底是多少，然后我发现我错了一题，而且我错的这题其实是我粗心错的，我是
已经有答案了，可是我在圈的时候圈错，到最后我就很遗憾的错掉那题，但是最后我还是拿到 Gold Medal。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要拿到 Gold Medal，你根本就不需要对完也有机会拿到的。当然，如果你对完，你就肯定是 Gold。如果你错一题，有时候甚至是2题的话，你还是有机会拿到 Gold Medal 的。OK， 而如果你的目标是你要拿到奖牌的话，比如是 Bronze Medal， 你要怎样可以拿到这个 Bronze？ 其实老实讲啊，可以跟你分享我多年来总结出的一个答案。你只需要大概做掉一半的题目答对的话，你基本上就已经很有机会可以拿到这个 bronze 了，你已经一只脚踩进那个奖牌的那个领域了。所以这是一个 Gold Silver Bronze 的一个分配的制度。那刚才我们提到，我错了一题嘛，那这个一题到底是多少分？它到底是怎样去计算这个分数的呢？那我们就看这个表。首先 Kangaroo Map 的话，它的总分是90分，这个90分是有例外的。等下我们会提到，就是这一个表。如果我们的 category， 如果你今年是10岁或以下的小学生的话，就是4年级或以下的小学生，那你的比赛的题目就会只有20题而已。OK， 如果你是5年级、6年级的小学生，还有中学生的话，那你就会有24题。OK， 肯定的嘛，如果你的年龄比较大，你自然会需要做比较多的题目咯。那这些题目呢，我们可以看到前10题的话，每一题是3分。OK， 可是中间的10题每一题变成4分啊，为什么分数不一样？想一想肯定就是因为它的难度不一样咯。OK， 当我们的题目的难度不一样的时候，可以看 Kangaroo Map 的话，它其实就是如果从第一题开始看的话，它的题目是由简单到难这样子的顺序去排列的。OK， 所以我将会等下会跟你分享的一个比赛策略就会是照着顺序来做。OK， 从第一题开始做，照着顺序做到最后一题这样子。照着顺序做的话，从简单到难，等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那如果你是Benjamin， 然后 Cadet Junior 还有 Student 的学生的话，那你就会有额外的4题，这4题算是一个地狱题，就是它的难度会是整张试卷里面最难的题目，每一题是5分。这种题目通常会花费我们很多的时间的。那如果你把这些分数全部加起来，1到10题是每一题3分，总共有10题，所以3乘以10就是30分，加第11到20题的40分，你就会等于70。这个70就是 Equalian 还有 Pre-Equalian， 就是10岁或以下的学生，总共会有70分的分数。那如果你是Benjamin Cadet Junior 和 Student 的学生的话，你就会再加多剩下4题4、5、20，这20分的分数就会拿到90分的总和了。OK， 所以如果你的分数大概在大概一半这样子的话，你都有那个机会拿到一个 Bronze Medal 了。OK， 当然这个的话，它是照着每一年的那个学生的表现还有题目的难度来定的。比如如果今年的题目比较难的话，那学生的表现自然就会没有这么好，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学生拿到比较差的分数。那样的话，你只需要用更低的分数就可以拿到这个奖牌了。OK， 这是它的那个百分比分配的一个概念。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 ，Kangaroo Map Competition 还有哪一些我们不可以忽略掉的比赛格式呢？首先这是它的课纲，它会覆盖到的 syllabus。第一个是 Algebra 代数，然后 Number Theory 数论 ，Geometry 几何，还有 Logic 逻辑咯。这4个到底是什么？其实只要你去做了它的历年考题，你就会明白它出的题目大概是怎样啊。OK， 所以现在先暂时不用这么担心。再来，题目会有20到24道题 ，OK， 就看你的年龄是分配在哪一个组别，就有不一样多的题目。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除此之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只有75分钟的作答时间。我们想一下，75分钟来做24道题目。平均来讲，一题你需要用多久？想一想。我们来揭晓答案。通常遇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一种题目，就是75除24。如果是我的话，身为一位奥数老师，我会怎样去思考这样子的问题呢？我的话，我会直接想到
我可以拿75除以25，而不是24啊，因为75除25的话，这个号码，我是非常熟悉的哦。当你做了很多的题目，你就会熟悉这类型的数字，它会等于3，所以就是讲每一题大概3分钟。如果是24道题的话，那我就加一点点哦，就是3分钟出一点点。反正我们不需要找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就是大概知道每一题大概要放多少分钟罢了。OK， 如果你对奥数比较熟悉啊，或者做惯这种题目，你就会有这样子的思考的那个方向啊，对于你的生活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OK， 我们回到正题，那每一题3分钟，其实你觉得是够还是不够？其实答案是是非常不够的。一题3分钟，如果你的题目是比较容易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比如最后4题的地狱题，那就很有问题了，因为有些题目可能你需要用10分钟来思考，都不一定能拿到答案的。OK， 所以这个时间分配要怎样做呢？我们需要时刻的鞭策自己，尽量的做快。等下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策略的总结。除此之外，这是一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特别人道的一点，就是每道题目它都一定会有5个选项 A B C D E， 你可以去做一个选择。而且更加好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不管你选的答案是对还是错，它都会很像你的考试这样子，不会扣你的分数的。OK， 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奥数比赛，就比如 SASMO， 如果你答的答案是错的话，它是会有扣你的分数的。OK， 所以其实我之前还有开过一个 YouTube channel， 在那个 YouTube channel 的话，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就是 SASMO 这个比赛，如果你答错会扣分的话，那我就用一个数学的方法来算给大家，到底你是不是应该去赌一把，可以用概率的那个学问来告诉大家。如果你对这类型的那个视频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在下方的留言让我知道。我过后可以再重新的去准备这一次的那一个的视频，然后跟大家分享，到底怎样用数学来帮助我们的人生做决定。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是不能使用计算机的 ，OK？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特别大的数字的时候，可能学生就会有一点头痛啊。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我在教我的奥数学生的时候，我也会教他们一些基础的心算的技巧，就是怎样可以用很短很短的时间算到要么很长很长的题目，或者是那种数目很大很大的题目 ，OK？ 所以这是一个奥数以外，但是也可以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心算的技术。除此之外，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是有3个语言的。这个对我来讲的话，3个语言我会怎样去看呢？首先我第一个会去看的肯定是华语，因为我的母语是华语嘛，我看华语会比较快，会省我的时间。看完华语过后，我会去看的第2个语言是马来文。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在学校读的是马来文的数学，所以如果遇到一些华文看不太明白的术语的时候，我就会跑去看其他的语言，就比如马来文。但是当我上了大学过后，我用的语言就变成英文了。所以如果现在的话，现在我在教学生，有时候我在准备题目的时候，我是3个语言都会去看的，因为华文、英文、马来文，我都很熟悉啊。所以多看一个语言的话，其实会帮你更好的去理解题目。当然，唯有当你不明白那个你看的第一语言的时候，你才需要去看其他语言。OK， 就通过看其他语言，帮助你更加容易的明白题目到底在问什么。这就是 Kangaroo Math 的比赛格式。那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的比赛策略。顺带一提，刚才前面的时候提到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份礼物，也会送所有在观看这个视频的人一个礼物。这个还不是那个礼物啊，所以记得继续留守到视频的最后。那这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的比赛策略呢，我把它总结成4大的比赛策略。这4大比赛策略我并不会特地去做一个很详细的 slide 去跟大家介绍每一个的比赛策略，这是因为唯有当你自己去专心的去听，专心的去记录，你才会更加的记得。因此请把你身边的一张笔盒子准备好，如果你身边没有笔盒子的话，那你可以暂停这个视频，去拿一支笔和一张纸过来，然后我们就继续 OK。 好了，我们来继续讨论这4大的比赛策略。第一个比赛策略就是最重要的时间管理方面。时间管理的话，
我们知道咯，75分钟我们只有多少题？我们有24题这么多的题目，我们却只有75分钟。那每题3分钟显然是不合理的一个时间分配。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专心听啊，就是前10道题目尽量的用15分钟之内把它完成，也就是平均每一题大概1分钟半而已，就要快快的把它完成了。为什么？因为 Kangaroo Map Competition 的比赛是由简单到难的排序方式，因此前面的题目一定是比较简单的。它简单到有一些题目你一看一眼罢了，你其实都可以知道答案了的。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数学比赛怎么可能会问这类型的简单的题目呢？他就在那边纠结哦，就花很多时间去想我到底真的有没有做对还是做错。其实完全不需要，要尽快的去快快的去做。那这是时间管理方面，可以前10题要15分钟。在做完这15分钟过后，我们不妨来想一想，我们剩下多少分钟？我们剩下60分钟，或者讲1个小时。你已经做完10题了，你还剩下，如果你是10岁以下，你就剩下10题罢了。如果你是中学生或者5、6年级的学生，就剩下14题。这14题其实你需不需要做完呢？假设讲你的要求是拿到一个奖牌罢了，比如这是你第一次参加，你要求不高，能拿到一个奖牌你就很满意了。那其实你只需要用这60分钟，比如你就算每10分钟你才做1题，这样慢的速度都好。在这1小时过后，你又成功的完成多6题了。这6题的话，加之前的10题，你已经完成了16题，这其实是你已经做了很多题了。OK， 其实以这样子的成绩，你完全已经稳可以拿到一个奖牌了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真的是可以了的。所以只要你的时间管理方面安排的妥当的话，你是肯定可以比人家更加有优势的。这是第一个比赛策略。第二个的话是作答次序，刚才有提到要从前面往后面做，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前面的题目很简单，它可以帮助你。主要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原因就是。先做简单的题目可以帮助你热身。当你在做简单的题目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题你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来做。那在你过后去做比较难的题目的时候，你的脑其实已经开始转动的很快了，因为你已经尝试去用短时间去做题目了。所以在剩下的题目，它会帮助你更加省你的时间，你的脑的运转的速度会增加。这样子的话，你在做后面的题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也是很快的。当然这个作答次序，假如你真的碰巧的遇到。如果你有一些题目是就是你觉得很难的 ，OK， 那样的话你当然就可以挑掉 ，OK， 挑掉这些题目，然后去做其他比较容易的题目。这是因为虽然我们是讲由简单到难的顺序来排列，但是不是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讲一样的题目，对可能学生 A 来讲这是他觉得最难的题目，对学生 B 来讲这个题目只是在整份试卷里面其中的一题蛮简单的题目 ，OK， 所以其实我们只需要通过多接触奥数或者讲多做这类型的历年考题，你就会渐渐的发现自己的弱点在什么领域。比如你在做某一类型的题目，假如讲比如是几何 geometry 的题目，你比较难想象到，你会花很多时间去想。那样的话，下次你在真正的比赛的时候，每次遇到 geometry 的题目，你就可以先跳掉，然后先做其他领域的题目。OK，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你的练习才可以帮助你去思考，在什么情况下更容易去挑掉一些自己不擅长的题目。第三个那个策略就是答案的检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虽然每个人都知道，每个老师都会跟你讲，在学校的考试也好，做完了一定要检查。在 Kangaroo Map 也一样，就很像我自己第一次拿金牌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错了一题哦，那一题是会做的，已经找到答案了的，可是就没有成功的检查到，导致我自己虽然拿到金牌，可是对自己的分数没有这样开心。OK， 所以要检查这个答案，特别是如果我们用我们刚才时间管理的策略，前面的10题我们会做的特别快，所以就有可能会不小心的发生一些粗心的情况，就比如。你明明已经选好这个答案了，但是你在涂黑的时候涂错，又或是你已经写下你的答案，但是你却选错，比如你的答案是60，答案选项 A 是50，选项 B 是60，结果你却因为比赛的紧张而不小心选了选项 A，这是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要多加注意。
OK，除了这3个比赛策略呢，我们来到最重要的第4个比赛策略，就是赛前的练习。要怎样练习呢？首先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它其实是很好的。它的 syllabus 呢，它会考你的东西绝对不会发生。就比如，如果你今年是一个 Form 2中2的学生的话，他不会突然间丢一个 Form 5的题目给你的。OK， 如果你只是拥有 Form 2的那个知识的话，你是完全足够让你来做这个题目的。当然，它的题目自然是不会像你的考试问的这么浅白，它会运用你所拥有的知识去扭转它，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题目。又或者是一些很浪费你时间的题目，如果你不懂一个快的方法，那哪怕你会做完全部题目都好，你都来不及做完。OK， 这是第一点。其实你只需要把学校的那个，你是一定要把学校的那个数学的那个课纲的知识先掌握好。OK， 那第二个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要去做它的历年考题。其实不管你参加任何的比赛都好，哪怕你今年是在准备 SPM。我们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做 partial 咯，做完它的历年考题，你才明白。他会问你讲类型的题目，然后遇到类似的题目的时候，你要讲做。那到底要怎样去准备这个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特别是在比赛之前的准备呢？那这里就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有推出了一个数学比赛的视频课程。这个数学比赛的视频课程到底是什么？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首先这个比赛的视频课程的话，如果是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那我将会从第1届的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的比赛，也就是从2013年到这一年为止，每一年的每一道的题目，我录制了完整的video solution， 就是视频的解答。通过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每一题的答案，还有它的解法。那第二点的话，这个数学比赛的视频课程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时间限制的，你可以终生的观看。OK， 第三的话，你通过报名参与我的这个视频课程，你可以得到所有比赛 Kangaroo Mat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的所有的题目。OK， 那这个视频课程的话，到底有什么特别？首先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视频课程是由我自己本身亲自去录制每一题的解法的，不是去找任何的其他老师或者替身来录的，放心，也是我自己录的。那我自己呢，我是一个奥数老师，而且也拥有这个比赛的参赛经验。OK， 不只是我训练过学生在这个比赛，我自己本身也有参加过这个比赛，所以会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比赛策略。那因此就会在这个视频课程里面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比赛经验。就比如每当我遇到这类型的题目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在我以前比赛的时候，我会萌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我会有什么样的 idea 去帮我想到这种题目的解法可以是怎样的解法？这些的话都会在那个视频课程里面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我的所有的经验。第三，这个视频课程是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是无限次复习的。比如讲，如果你在今天的这一刻你购买我的这个视频课程，而你明年才比赛的话，那你今年看了一次过后，在明年比赛之前，如果你想要再复习多一次，你就会发现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你要复习1次、2次、3次、4次、5次、10次都完全没有问题，想看多少次就看多少次。复习到直到你完全的明白为止。那第4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就是这个视频课程我为了方便同学们，所以我是特地在录制的时候是把题目分开录制的。就是比如讲，在2020年的题目的话，第一题是一个视频，第2题又是第2个视频了。这样子做的话，那样它就不会是一个很像长达2个小时的视频。假如你今天想要去找，比如你忘记第22题的解法是什么了，那可能你之前有看过的视频看完全部题目，但是在你复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些比较容易的题目你已经完全的学会了掌握了，那你只想要看一些特定的，比如一些比较难的题目的话，那你可以直接通过我给你的链接去找寻这一些题目，直接的看那单一的题目就可以了，而不是从那2个小时的影片里面辛辛苦苦的去找那一个题目到底在哪里。
OK， 所以会方便你们更容易的找寻到特定的题目。第五，同一个题目你是可以从我身上学习到超过一种解法的。在一些特定的题目的话，比如一些在根据我的经验总结得出，在很多的数学比赛都很喜欢会问的题目，又或者是在很多年里面都一直重复这类型的题目的话，就会给大家一些更多的解法，来帮助大家有更多的 idea 去解答类似的问题。那这个解法学习多过一种解法，我会给你们怎样的解法呢？如果是这类型的题目的话，比如我会给大家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解法，每个人都很容易想到的这样子的解法。然后我再给你第二个方法，就是可能它是没有这么容易想到，但是还是一个特别快可以帮你解答这一题的方法。然后可能还可以有第三种类型，就是比如这类型的解法呢，可以运用在很多的这类型的数学比赛的题目。OK， 那这种万能的解法也会跟大家分享在这种多过一种解法的题目里。OK， 当然并不是每一道题目都会有多过一种解法，有一些题目是非常的明显的答案的话，那我当然就会直接的给你一种解法就好。可是有一些我认为比较值得去探讨的、值得去学习的题目，会给你多一种解法，让你在准备比赛的同时，也顺便提升自己的奥数知识，并如果你将来想要参加其他的比赛的话，也会对你有更大的帮助。那讲完这些视频课程的特别了过后，你心动了吗？到底要如何去购买我的这个视频课程？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首先这类型的视频课程的话，其实呢，它的售价理应是很昂贵的，它绝对不会便宜的。但是由于我现在是要在推广这个比赛，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触这个比赛，去参与这个比赛，并顺利的拿到更好的成绩，为将来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升学之路有更大的那个帮助的话，所以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你，我将会提供一个限时早鸟优惠给你。这个限时早鸟优惠就是你会在如果你尽早的报名的话，你的学费会便宜很多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里我有写到会慢慢起价，其实为什么会起价？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都会去不断的去看回我的这些解题视频，可以去看到底，比如这一些的题目是不是有超过一种的解法。有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好更快的解法的时候，我就会在那里补给大家。会怎样补？就是如果你已经是报名这个课程了的话，你已经看过我的 video 了，你已经购买我的 video 了，那你比如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今天是第23道题目，那这个第23道题目可以在原有的那个解法的基础外，我会再另外的给你多一个解法它是就是免费送你多一个解法。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报名这个课程了的话，我是不会去额外收你任何的收费，会免费就把它送给你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还没有报名我的课程的话，我会在这个就是会一直的不断的去更新，去增加我的这个就是视频课程里面，让它变得更加的好，更加的丰富。所以这个当它慢慢变得更加丰富起来的话，这课程自然它的收费也会慢慢的提高所以因此，如果你想要去真的对我的课程，如果你对我的课程有兴趣的话，给你的忠告就是可以提早的去购买。反正这个视频是可以终身观看的。那它的好处是什么？比如你的比赛在明年，你今年就想要先准备的话，那你购买我的视频课程，你到了明年的话，你还可以再继续的去复习，可以在比赛之前可能1个星期，你可以重新做多一次所有的题目，然后就去就是去复习看一下你还忘记了哪一题的解法，或者讲哪一题你需要去更加多的那个重看，那你就可以去重温去复习。除此之外，甚至于如果举例讲，今年你是一个5年级的学生或者6年级的学生，那你知道你接下来都还会对这个比赛继续的有兴趣，在中学的时候你也会继续参加，那你完全是可以去购买比如 Cadet Category 中1、中2的这个视频的。你可以在你中5或者你小学5年级或者6年级的时候，比如你的大放假你得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先看了。OK， 别人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在看这中学的视频，
而且更大的好处是不是讲你看完就没有了哦？你到了中学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重温。OK，这就是这个课程的一个很大的卖点，你可以无限的重温，那你就会比别人更加的多的有优势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其他的老师也是有在做这就是比赛的一个集训班这样子的，可是很多学生就因为这些比赛的集训班是在比赛很靠近的时候才举办，那可能你自己的时间就没有跟你的其他的另外的补习啊或者其他事情撞到，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出席这个课程，就很可惜。又或者是你看完这个课程过后，可能你今年是 Form One， 你明年 Form Two 你是一样的 category 的，但是那个视频就这样子就不能看了，那你其实就只看了一次，在明年的时候你又被迫重新去参与多一次那样子的课程，那就会造成浪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推出这个视频课程的其中一个原因。OK， 那要怎样才可以去购买我的这个视频课程呢？我会把那个课程的详情还有报名的链接放在下方的 description box 里面。我会尽量的放在很上面，确保你们可以在很容易的找到。假如你真的找不到这个报名链接的话，你可以去问我，比如你在评论区那边问我一下，我就会去协助你了。那除了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个鼓励大家来参与我这个课程之外，我在视频的一开始就答应大家要给大家一个礼物，对吧？那这一份额外的礼物是什么？就是我会免费赠送给所有在看我这个视频的你，一届的视频解题课程，给首50位的学生。那你没有听错，就算你没有来购买我的课程的话，你也可以去免费的索取这一届的视频解题课程。我会跟你分享一届就是很完整的这个视频解题课程，当然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要求的，就算你没有购买我的课程也好，你完全可以来跟我去领取这个视频解题课程。当然这个课程的话，因为我自己是有在售卖这些课程，所以我自然也不能去给到太多的这个免费的名额。所以我这里只开放给50位学生。如果你是对这个比赛真的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尽早的来向我去索取这个视频解题课程。只要你是在首50位去联络我的学生的话，那你就无条件的可以得到这个视频解题课程了。OK， 到底要怎样拿到这个额外的礼物呢？一样我已经把它放在那个 description box 里面了。我会尽量的把它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第一行，你可以在那里直接找到，然后你就可以联络到我，然后跟我去索取这个额外的礼物啊。当然，如果你对我的课程有兴趣，想要来报名我的课程，你也是可以去索取这个额外礼物的。你可以在看完我的这个讲解过后，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那你才来购买我的视频课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OK， 那它是会采取先到先得的制度，如果超过50个人了，OK， 我就不会再发下去了。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不要再犹豫了，可以马上就来点击那个报名的链接吧。最后，那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千万不要错过，毕竟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一套的视频课程。如果你对我的视频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尽早去向我购买。OK， 越早报名对你的帮助自然是越大。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那如果你在听了我今天这个有一点长的分享之后，你开始对这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有了兴趣，那你就不要害怕，可以直接的跨出你的第一步，去参加这个比赛。报名参加这个比赛的方式是怎样呢？很简单吧，你可以通过你的学校去报名，你只需要去询问你的数学老师，他就会告诉你报名的程序是怎样啊。或者如果你不想要通过你的学校报名的话，又或者你的学校并没有打算参加这个比赛，你是可以通过个人报名 individual registration 来报名这个 Kangaroo Math Competition 的。至于这个 individual registration 的那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话，你可以私下来问我，或者是在下面的评论区问我，我会去协助你。最后就祝你的比赛顺利。最后，如果你对我这一期这个有一点长的分享感到满意的话，你可以帮我点一个赞，并把它分享给你认为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们。另外，
我发现有很多订阅我的频道的人，其实都没有打开这个订阅这个符号旁边的这个小铃铛，可以记得千万一定要打开，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开这个小铃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下一个影片新上映的时候的通知了。最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